往前冲！听见没有？往前冲！没有退路了，后面的共军已经追上来了。 现在停下来，必死无疑！长官，共军正在阻击我们，道路全都被堵死了，到处都是水啊，到处是兵啊！我的坦克不能动了，长官，我的坦克不能动了！ 到处都是水呀！我明白了，为什么共军放我们走这条路？他是早就做好套了，这比什么埋伏都要厉害。全军都陷在冰水里，不到天明，冻都冻死了。 鲁南战役，歼敌53000余人，生擒中将师长2人，缴获大批坦克、装甲车、汽车和火炮，被中央军委誉为“空前大捷”。咱们编个节目吧。好啊，什么节目啊？先起个名字吧，题目就叫做“巧借风雪打坦克”，怎么样？好啊，这个名字好。哎，首长来了，首长来了。咦，哎，姑娘们，冷不冷啊？首长好。姑娘们怎么那么高兴啊？听说前面抓到了很多坦克，听说是在泥巴里抓住的，就像抓泥鳅一样。对了，我们准备编个节目，题目就叫“巧借风雪打坦克”。哎，这个名字起得好啊，我非常满意。宿舍里呢？我完全同意，就这么定了。好，那我们先走了。姑娘们。 这雪地上滑，小心别摔跤了。这坦克已经是我们的了，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逃跑了。好，降！首长再见！降！走吧，真好。就是啊。降！降！吁！降！降！降！ 吁！降！降！冰冰，欢迎爸爸凯旋归来。啊！吁！哈哈！来，冰冰啊！ 爸爸回来了！哈哈哈！哎呀，冰冰，来，带着，好看吗？嗯。哈哈哈！哎呀，冰冰啊，哎呀，把帽子摘了，想不想爸爸啊？嗯。好。哎呀，沉了！哎呦，爸爸都抱不动了。哎呀，自从淮安一路转移到鲁南，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嗨。 我们这点苦算什么呀？哪能跟你们前线打仗的比呀？哈，身体怎么样？还问我呢？你在前线经常发病，也不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陈老总告诉我的。报告，进来。哎，刘喜儿。哎，哎呀，嫂子。哎，首长，这个是地方政府慰问您到根据地休整。 地方的张书记说了，这些钱他已经付过了，希望您一定要收下。你替我谢谢张书记，东西我收下，但是钱我一定是自己付。是。哎，小冰冰，
和叔叔再见。谢谢啊。再见。再见。好。哎呀，今天中午啊，我和你妈妈露一手，做一道咱们湘西的特色菜——红焖羊肉，好不好？好。哎呀，还是我来吧。你大老远回来一趟不容易，哪能让你动手呢？那咱们3个联起手来，一起消灭这个敌人，好不好？好。好，走。哎呦，大乖儿子，红焖羊肉，哈哈。冰冰，见到爸爸高不高兴啊？高兴。真乖，大儿子。看你高兴的。见到儿子还能不高兴啊？啊，冰冰啊，你看这树叶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吧？好不好？来，唱首歌，好不好？好。云儿飘，星儿摇，快走熄了风潮。哈哈，爸爸上中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参加过合唱队呢。爸爸，你给我画一支手枪。画手枪，好，你看爸爸画的像不像啊？你们这次休整多长时间啊？那要看蒋介石给我们多长时间了。我们的计划是20天以上。毛主席来电报说，多一天好一天，休整啊就是胜利。但是蒋介石可不这么想啊。蒋介石怎么想啊？他呀，现在正瞪着一双眼睛，到处找我们呢。那他会不会找到啊？他肯定找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吧？因为啊，他的眼睛不好。为什么他的眼睛不好？他视力不好。为什么他视力不好？他看不见啊。哦。我听陈老总说，你们放的独六师在平章线上当疑兵是吗？是啊，只有独六师的戏演得好，起码可以迷惑敌人20-30天。哎，怎么陈老总什么都告诉你啊？哎呀，你还没回来，老总就打电话给我。老总说让你好好休息，这是野战军交给我的最大任务。爸爸，我要听你讲打仗的故事。咱们今天啊，不说打仗的故事。哎，咱们唱歌好不好？好。你会唱什么歌？游击队之歌。你会唱游击队之歌啊？那歌可不好唱啊。我唱给你听。好，欢迎。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爸爸妈妈没唱。谁说的啊？我说的。嘿，你爸一回来你就成小叛徒了。那是当然了。哎，那妈妈，咱们3个一起唱好不好？好。好，预备，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噗，我们都是噗。华东到底有多少共军？到底有多少共军？委座，华东共军已成强弩之末了。委座，华东共军节节向北溃退。委座，华东共军现在可能有数十万之众，我们切不可以轻敌啊！委座，华东共军在获得我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后，实力大为增强，今非昔比了。华东战场就像一口陷阱，一个又一个的雄厚整编师就掉进了这个陷阱。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国防部和参谋总部
都向委座打报告啊，说是自开战以来，华东共军在我强有力的打击之下节节败退，现在都跑到山东去了。哼，说心里话，我对他们的战报一直是将信将疑。其实委座心里也明白这个报告里的水分，但是我们不听他们的报告，那又听谁的呢？这些假报告已经成了恶迹。营长骗团长，团长骗师长，全军在骗委座。他们消灭一个共军，就敢说是消灭了100个，甚至是1000个，而且1、2、3、4，振振有词。这些人呐，部队是干什么的？部队是打仗的，稍有不慎，山河破碎，人头滚滚。整编的26师还有那个快速纵队，在2天之内全军覆没。可怕呀！更可怕的是，共军又不知去向，都藏起来了，蓄势待发。可是怎么藏，真是个谜啊！10几万人呢！10几万人？当然，你算算，要消灭马立武这样的部队，共军至少要集中4倍到5倍以上的兵力，再加上组员的部队，10几万，只多不少啊！半年前，共军和我们交战，一次只能打我们1、2个团，现在2个整编师靠在一块儿，他们都敢打，孰强孰弱，已经很清楚了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党国危矣！司令员，司令员来了。首长，首长好。大家有没有好好睡一觉啊？啊？哎，都坐吧。都吃到肉没有啊？肉我们是吃到了，就是这个睡觉啊，我们大家得换班。首长不是说了吗？休整不是休息，我们机关的事情啊，一样也不能少啊。可不是嘛？教育培训、部队整顿、武器装备的更新与保养，还有作战总结、评功评奖、统一建制，这可都需要机关组织安排的。哎，这打仗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事儿啊？所以说嘛，这休整啊，不是休息，是加油。对，小陈，这到了后方军容风纪，可更要讲究啊。哎，独6师来电报没有？啊，你看，这是刚来的，要求野战军派兵增援。他们现在很困难，独6师只有6个团，但是现在在他们的周围有敌人的3、4个整编师，确实难以周旋。独6师的戏才刚刚上演，不许他们较困难，给他们回电，让他们必须继续保持作战态势，每5天至少打1仗，
不能小打小闹，让4个团一起上，要打出翻江倒海的感觉，要打出华野主力的样子来，让他们开动脑筋，多想办法。 命令各团停止战斗，天亮之前给我撤离战场。是，不能再打了，敌人已经开始反击了。等他们反过劲儿来，咱们可吃不消啊！这仗根本就不能打。现在这种情况，能够自保已经很不容易了，主动出击就等于以卵击石。这苏司令也太抠了啊！这掩护大部队休整这么大的任务，连个像样的部队都不给留下。哎，苏司令这步棋肯定是对的。 就是有点高看我们独六师了。报告，有一股敌人朝我们这边冲过来了。有没你？有，跟我来。是。1、2、3、4，1、2、3、4，1、2、3、4，走。1、2、3、4。 哎，陈老总。咦，嘿嘿，哎呀，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听不到枪炮声，反而睡不着了。本来啊，好歹可以睡个觉的，还是不行啊。刚才傅继平啊给我发了个单子，我数了一下，必须要办的事情啊，超过了100件，真的是日理万机了。哎，今天一早，独六师又给我来电报了。昨天夜里他们偷袭敌人1个旅，不但偷击不成，反而差点让敌人给粘上了。哎，还是那句话。 要求增援，对不对？对。走。对，所有的情况必须要尽快的掌握。哎，陈老总，老总，司令，外边冷吧？哎呀，来，快来，走，烤火，烤火。哟，苏司令，还是屋里暖和啊。这几天呢，独六师虽然迷惑住了敌人，但是局面还是险象环生啊，部队极度的疲劳。 减员也在增大，敌人已经被我们打怕了。这个行军啊、宿营啊、战术的集团都在扩大，这样呢，独六师很难找到战机。你说打又打不过，不打又不行。傅继平，你是哪一个的参谋处长？敢替部队在这儿跟首长讲条件？成何体统？记过一次。首长批评的对。 咱们这独六师啊，是由地方武装组建的部队。说实话，我对他们心里没底啊。这次野战军啊，能不能休整好，这个疑兵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我建议啊，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调一个师过去，增援独六师啊。独六师虽然困难，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傅启平，你让他们上报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并且规定。 以后作战计划要3天一报，3天一报，逼的是不是紧了点啊？该讲的都跟他们讲了，剩下的呀就是执行任务了，必须要寻找战机，创造战机，造出华东主力的威风来。啊，那增援的事儿呢？留中不发，一个字不提啊。 一个字不提啊，就是态度。嘿，哎，一个字不提，可不是不管呐。他们要有啥子困难，该管还是管。老总啊，我有一支骑兵，可以前去增援独六师。
老头儿，到乌阳集还有几里路啊？啊？到乌阳集还有几里路？哦。 师长，麻烦了，这打成僵局了。师长，以我们独六师现在的本钱，根本做不了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买卖。那不打能怎么着啊？这才3天没打仗，你看野司怎么说？说我们消极避战啊？那本来指望急打急撤，迅速解决战斗。你看看这人手，你看看这战斗力啊！这一打不就粘上了吗？行了行了，你俩都少说2句。哼，高段了。 我看这锅饭完全是煮夹生了。不管怎么样，咱们行动要快，要不咱们就被动了。被动了才好，被动了才合他们的意呢。再给野司发报，让援军马上到来。哎，等等，现在发报不合适吧？哎，老胡，你来看看，我们附近有4个敌人的整编师正往这儿赶来，最快的2、3个小时就能赶到这里。那个时候，对面的这个335师和他们里外夹攻，我们独六师啊。 就是插翅都难飞呀！那要现在撤退，335师一定尾随咱们上来，形成被敌人追打的局面，那咱们不更被动了吗？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拿掉这个335师。怎么解决？能解决早解决了。正常的方法是来不及了，只能使诈了。那你赶紧下命令吧。你带上特务营，扮成敌人援军的模样。你看。 从山口这头一路热热闹闹给我打过来，我们这边被你们打得人仰马翻，措手不及，只好给你们让开一条通道，然后你们就朝着335师的师部发展。到了他们师部附近，你们就发起强攻，干掉他的师部。这样太冒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那咱们有可能全军覆没呀！没有别的办法了。参谋长，有，执行命令。是。 2位首长，我走了。小心点啊！特务营有，跟我来。是。快！站住！ 你看，他们把共军打退了，哎，是自己人。弟兄们，咱们的兄弟部队过来了，自己人。同志们，占领任务！嘿，只用了10几分钟，就把335师的师部给断了。 侥幸而已啊！命令各团，沿着现在打开的通道向齐平山方向撤退，1分钟也不能耽搁。赶紧收拾东西，跟上部队。好。团长，有一股共军往齐平山方向去了，我们要不要打一下？上峰没有战斗组织，我们怎么打？我们一个团还不够共军一口吃的。这股共军太厉害了，一个冲锋就把师部打掉了。派搜索队找一找，看看师部还有什么人剩下没有。
这肯定是范老虎的部队。我跟他交过手，打仗就是有股不要命的劲儿。范老虎，那可是共军的1等主力啊！哎，师长来了。伤亡情况报上来没有？报上来了，伤亡700多人，损失惨重啊！真是，这场仗打的就是过瘾，又太不靠谱。哎呀，是啊，你们辛苦了。来，参谋长啊，我真为你们担心，生怕被敌人发现了。小李，到，给叶斯发报，要求增援部队2日内到达，至少给我3、4个满员团，否则我无法完成任务。老段，哎，就这么发，撤职处分杀头，随他们便吧。是。回来，这份电报只属我1个人的名字。是。哎，等等，把我的名也署上，去发吧。是。哎呀，这次太悬了，得亏你用了那招偷梁换柱之计啊！哼，靠投机取巧，侥幸成功啊！机会只有1次，以后不会再有了。是啊。师长电报。哎，来，给我吧。你们应该以更加激昂的斗志，积极发现战机，扩大战果。叶斯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把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发过去。首长，开饭了。首长，开饭了。开个鸟！给我出去！是。真是，打就打，谁怕谁呀？部队又不是我们家的，拼光拉倒！哎，你太没原则了，再想想办法。有办法早就用上了，我现在就拼给他们看！哎，走，道路。老段，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哼，全军打着火把到山外游行去，每人剩1颗子弹留给自己。关键的时候，你打死我，我打死你，不当俘虏就行了。哎呀，老段，哎，就这么发，这3天的作战计划就这么报了。哎，老段，你别着急呀。是电报。是苏司令署名的电报。援军已经出发，待援军到达后，速来电告知。这什么意思啊？对呀，这什么意思？这是援军？哪儿来的援军？哪个部队来的？从哪个方向来的？来多少人？这什么都没写啊！这个，你放心，苏司令一定有妙计啊！这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师长，回个信问问。报告，又怎么了？来了个老乡，说认识段师长跟胡政委，要求进来见首长。我们刚到，怎么消息就泄露出去了？怎么回事？我马上让保卫科查查，到底是谁，怎么得到消息的？哎，人家既然说认识我们，就叫进来看看吧。是。哎呀，二位长官，别来无恙乎啊！嘿呦，
老首长，老首长，你怎么过来的？哎呦，做梦似的！哎呦，行了，哎呀，行了，首长，您来了也不预先通知一声啊？就是啊。哎呀，是我呀，不让他们告诉你们的。我这不做了几天地下工作吗？我挺忌讳过早的暴露个人行踪。哎，警卫员，到，快给首长找把凳子。是，快去！千万别客气了啊！哎，我说你们在这儿是不是等援军呢？是啊。好，给叶司首长发电报，就说援军已经到了。啊，援军已经到了。这，首长，哎，那援军啥时候到的呀？就是多少人在哪儿啊？啊，这不在这儿坐着呢吗？他们说呀，给我派2个警卫员。我说不用，我一个老头在路上走，这没人理会我。这我后面要是跟着2个，那就叫别人起疑心了。那，就您一个啊？就我一个？哦，你是带装备来了是吧？我听说呀，叶司新弄到一批美国手榴弹，威力可大了，弄一些给我们也不错呀，啊，是不是？是，我是带装备来了，我这带了个木棍子，这就是装备，看到了吧？开什么玩笑？是，我知道你们现在想见的人就不是我，但是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欢迎我吧。首长，我们不是冲您，我们是对野司有意见。是啊，您说老首长来了，那我们8个都拍不赢呢，哪有不欢迎的道理啊？哎呦，再说了，老首长这一来啊，我们有主心骨了，是不是？这天塌下来啊，有个儿大的顶着，我们什么都不怕了。你小子还是那么精明。警卫员，给首长弄饭吃。哎呀，我一看到你们俩呀，还就想起了雷公山游击队的事儿来了。你说那时候咱们在一起啊，那枪打的，咱们是啪啪啪啪。哎呦，还真是，那会儿我们跟着老首长打游击，那是东杀西砍，大块吃肉啊！哎，穿上的草鞋，顺脚扔在浙西大道上，看都不看一眼。是啊，那个时候首长啊，真是豪气冲天，拎着3杆梭镖啊，他就敢打县城。一打仗的时候啊，就爱光膀子。那一线的狗啊，见到首长吓得躲在墙根里打哆嗦，要不然啊，抬手就一枪啊。我的枪法那就是啪啪啪。报告首长，没找到板凳。你怎么这么没用啊？我去找。行，这样我说大盆水，让首长洗洗脸。啊，是。哎，这倒行。我看你们几个都像门神似的，也应该洗一洗了啊。走。哎，对了，我那门口那柴火里啊，还有个包袱呢，给我拿出来，别拿柴火给我烧了。是，首长。爸爸。哎。你看地图干什么？啊，看地图啊，地图上可好玩了。为什么可好玩了？哎，这地图上什么都有啊。啊。你看。哦。冰冰，你看啊，这是山川。哦。河流。哦。这是大树，树林。这边有小桥。哦。地图上什么都有。那我怎么看不到啊？哎，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看到了。爸爸，你怎么老看地图啊？爸爸要指挥打仗啊。那不看不行吗？爸爸如果不把地图看透的话，那就会打败仗。那我也要打胜仗。好，来，便便。爸爸送一张地图给你，你看啊，这是全国地图。咱们全中国啊，所有的地方都在这张图上面。我们住的地方这里都有吗？有啊，你看，冰冰，你看啊，你自己看啊。来，咱们住的地方啊，在这里。爸爸以前呢，在这里打仗，看到没有？后来呢，爸爸就到了这里。现在啊，又到了这里。看清楚了没有？冰冰，你拿着这张地图啊，在这边上慢慢看啊，好不好？好。爸爸要工作了，
好不好？好。真乖。来，坐在这里，爸爸给你拿支笔，再给你拿张纸，你呢随便写写画画，啊，你看啊，你看看我们家就在这里。哎呀，这两天又没完没了的看地图啊。山东这一块儿，我从前不太熟悉。下一步要在山东打仗，我得抓紧时间熟悉一下。全都要背过啊？也不用故意去背，这多看几遍就能记住了。真的？怎么，你还想考考我？那我就考考你。好。青田庄标高是多少？标高268米。东小河过了山背村，再经过什么地方？过了山背村，前面是李庄，然后是陈庄、关集、大宛城，在五渡口汇入黄河。你还真神了。我再问你啊。好。龙口集旁边都有什么东西？龙口集东北方向有一座小山，标高276米，北边有一条小河，小河很短，没有命名。西南方向有一片树林，东南方向有一口大水塘。怎么样？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还说你山东这块不太熟啊？那是相对来讲。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背不出来的？你根本考不到我。首长，首长，来，进来。首长，快！副处长，高部长，来，快请坐。丽丽，叫副叔叔好。快坐吧。来，叫高叔叔好。哎呦，小宝贝儿，来。首长，王彪到独六师了。好啊，王彪一去啊，就可以稳住局面了。首长，你是怎么想到王彪的？他刚从陕北来啊。在浙西打游击的时候，王彪是山大王，段飞和胡万成都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首长是他们的总头目。对呀，他们几个跟随我多年，我对他们很了解。段飞会打仗，爱冒险，但是情绪容易激动。胡万成性格敦厚，正好弥补了段飞的不足。他们俩在一起搭档多年，相得益彰。但是独立支撑局面的时候不多，王彪一去啊，就成了他们的主心骨。这个段飞啊，这个脾气很急呀，谁都敢骂，但是他就是不敢骂王彪。你把这个放这边啊，轻点儿，吃饭呢都是土。对，慢慢的，开饭喽。哎，菜来了。哎呦，来放这儿。有肉啊！当然有肉了。来，坐。你们俩擦干净点啊！哎，老首长，您请上座。好，上座。老师长，上座。老师长，坐。来，坐。好，老师长啊，待会儿咱们边吃边聊啊。好，这块腊肉啊，嘿，我让崔氏班长啊存了一个冬天呢，晒了5、6次，油脂都出来了，看着都爱煞人。当初接待野司首长啊，我都没舍得拿出来。这一次，一股脑全煮了。你看辣椒、姜末，来，吃，开吃啊！筷子，来给他。哎呀，玉米面饼子。给你拿块。好嘞。肉。吃肉了，真不错。多少年没吃这么好的肉了。算一算，我们这有多少年没照面了？你去陕西，哪年来着？民国25年。哦，对，一晃这就10年了。哎呀，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咱们在一起这酸咸苦辣这个劲儿啊，哎呀，就在眼前这么晃。你想赶他都赶不走。是啊，我也向不少人啊打听过您的消息，听说您在东征的时候啊受了重伤，后来留在陕北了。您进步挺快啊。进啥步啊？别提了，受了伤之后啊，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就跟抽了大烟似的，躲在那个陕北那个山沟里边，闹了几亩地，种了2亩土豆，2亩棉花，一直伺候的那真不错。一到秋收的时候啊，全家老小全上阵，
这都忙不过来，我这还进什么步啊？不过种庄稼这事儿啊，这我还真是内行啊，得到了咱们边区模范的称号。这庄稼种的啊，庄稼这么一种，你看着我吧，治病啊，当时那是瘦的跟麻杆似的，现在膀大腰圆了。哎，老首长啊，好像党中央浪费人才似的。我可听说啊，你是毛主席身边干大事的。干啥大事啊？只是跑跑腿儿，动动嘴儿的，这可跟你们比不了。你们这是真刀真枪的干呐！哎，段飞，我看你这脸色可不大好啊。等全国一解放了，也种他几年庄稼啊！嗨，他呀，受过几次重伤，连续行军，这身体也没养过来，稍微一脚就心慌气短。你看那脸白的，像不像个曹操？哎呀，我们段师长这辈子怕是没种庄稼的命了。等打完了仗，我们送他去苏联休养算了。去苏联干什么呀？等全国一解放，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不都是我们的地盘了？想去哪儿疗养就去哪儿疗养，去那地儿，冰天雪地的，冻死个人。我还是听老首长的啊，我也回家种几年庄稼算了。哎，这就对了。等全国一解放，我还是回到我那山沟里去，种上几亩地，带着老婆孩子。那，哎呀，不行啊！我这老婆是知识分子，这想法多，她到时候不同意，眼光高。首长，你娶媳妇了？还知识分子？哎，说，一定很漂亮吧？哎呀，这后悔药就是没地方吃。当初那不是赶时髦吗？找了一个女学生。要是现在，我非得找一个陕北的婆姨，能种地，能生孩子，还能做饭，那小日子多美啊！你看看现在，这个女学生跟了我7、8年了，这才生了一个女娃娃。不能提这事儿，对不住先人。你说就这吧，这就算了吧。可他还是跟我找别扭，每天得检查我卫生，见着个虱子就在那儿像见着老虎似的，滋儿哇的乱叫啊！这我得跟他说呀，我说呀，自古当兵的，谁身上没有百般个虱子？有虱子，说明这个男人阳性旺。对，阎王爷都不敢招他去。可人家不听啊，每个星期检查一次，不合格。别上床！你们想想看啊，一个驰骋沙场的大粗老爷们儿和一个知识分子小丫头共住一个窑洞里边，哎，你们想想，这什么情景啊？啊！来，吃。哎，好了，咱说点正事儿吧。我这从陕北刚到这儿来，好多情况这也不了解。哎，这独六师。怎么就交给你们2个伙计了？嗨，说起来啊，也是巧合。老段身体不好，在根据地养病啊，养了半年。我呢，参加军调谈判没有成功，我们俩回到野司的时候啊，正好赶上河边那个独六师，野司领导啊，就征求我们的意见呢。其实我是特想回老部队，可没好意思开口讲。你不说出口这是对的，说出来也没用，还得说你挑肥拣瘦。老师长，您这次来，是不是给我们带什么任务来了？没有，没什么任务。不可能，上面要给我们糖豆吃，派个宣传队员来就行了。真没什么任务。我这次来呢，苏玉首长告诉我呀，你们这儿遇到些困难，叫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什么忙。哎，你们该怎么做可还怎么做。这样吧，那我就自封一个高参吧。哦，哎，小李啊，小李，你过来。那个烧点开水，看看能不能找点茶叶。吃完饭我们开会啊，快去。是。来吃，师长。好，待会儿给你汇报工作啊。好，来吃肉。还是这个肉香啊。放心。
他们的话我并不信，丁介黄的话我也不完全相信，谁的话我都不信，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判断力。那委座的判断是什么呢？战争开始以来，我们一步步把共军挤出了苏北，现在苏北已经为我控制，这是事实。我们在战场上的损失，主要的责任在前方将领，他们有的是不懂战术，不会打仗，如戴之奇之辈；有的是贪图享乐，擅离职守，如马立武之辈；还有的昏聩无能，如李玉堂之辈。所以下一步作战，战术问题我要亲自负责，对前线将领有严厉的予以管束。委座，华东如果真的有10几万甚至20几万的共军，那我们的策略是不是需要更加谨慎一点呢？陈先生，打仗你是外行，华东共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又一直在不停地打仗，到现在他还能坚持下来，已然是很侥幸了。说他还能发展，那完全是神话。共军的部队是顽强的，不然早就完了。老实说，国军里面也只有张灵甫、胡琏他们少数几支精锐有如此斗志。委座，前线交给汤恩伯、顾祝同他们，是不是弱了一点啊？这一次我要让陈诚负责，要让陈诚统领全军。哎，老段，你说。哎，老段，你。那好，我先说。我们在平章线两侧，冒充主力牵制敌人，快8个月了。这仗打的精疲力尽，心惊肉跳。我们不是老部队，人少，装备又差，军政素质也低。好几次发生，全连甚至整个营在战斗中严重关头发生溃散。老首长，咱们就说这事儿，我们猫在平章路以北的山林里已经盯了3天了，335师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们。3个团跟着他的师部挨得紧紧的，行军宿营都不隔山不隔水的，我们是完全找不着机会下嘴啊！你再看这边，也是一天3封电报，跟小鞭子似的抽着赶着，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硬拼了。可这实力在这摆着呢，我们拼不了啊！这个，现在平章线上，敌军是我军的20倍，让我们怎么打？我们这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全军覆没的恶果。我们这些人呐，不是怕苦，更不怕死，我们就是怕完不成任务。叶司领导批评我们，有消极避战情绪，是，我们承认。可无论如何，请叶司首长看看具体情况，派兵支援我们吧。5、6个团不敢奢望，3、4个，哦不，2、3个也行啊。对，只要给我们2、3个主力团，我们就能保证坚持个10天8天的。我们就要2、3个团。他们这10几万主力在大山那边开会、唱歌、吃饭、拉屎，让我们这叫花子部队在这儿当门神。当门神没问题啊，得有身行头啊。我们是什么呀？我们这枪是38大盖，那炮就是那7门破烂的日本山炮，那战士的子弹只有20多发，手榴弹都扔光了，这仗怎么打呀？这任务怎么完成啊？老段，你先坐下。哎，叫他说，有什么苦水都倒出来，倒出来心里就痛快了。现在不打友情不，
没了。这我们光顾打仗了，学习都放松了。学习什么呀，老胡？你别老跟这儿抹稀泥。学习是学习，打仗是打仗。那打仗能抹稀泥吗？那就是拿革命事业开玩笑，你知道吗？你看你，哎呀，这，你看，我说你，王主任呐，把我的包袱给我拿来。好嘞。给老首长。嚯，这张报纸还包着干粮呢。来，看看啊，看看这张报纸啊。这是国民党的报纸，这上面登了，说共军现在在这平章线上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打不能打，逃又不能逃，用不了1、2个月就把我们全部给消灭干净。嘿，你看，这不是这没想到，我们真把他给蒙了。10几万大军呐，那在山里边又吃又拉又睡的，养得像小老虎似的。国民党现在是浑然不知啊！我看这些啊，都是你们的功劳。他活该！这山里10几万人拉的屎，也够老百姓肥2年田的了。这帮国民党饭桶养的特务是干啥吃的？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们该发现似的。哎呀，苏司令啊，对你们这个战果非常满意。这张报纸就是他亲自叫我转给你们的，明白了吧？啊，苏司令批评你们那是激将你们就这么几个小游击队组织到一起的队伍，这仗打到这种程度不容易了，这换了我也很难维持到今天。老首长，您这是又给我们掏糖豆了？该撒糖豆这还得撒糖豆。哎，你们这也都是当了首长的人了，应该懂得休整的重要性，是吧？我们野战军这一口气打了半年多的仗，部队增加了1半，我们底下这些连队80%这都是新兵啊，这其中还有1半都是解放战士，那不教育不训练，这能行吗？还真是，我们的新兵啊也出了不少笑话，那打枪瞄不准，手榴弹不拉弦就扔出去了，隐蔽的时候啊固头不固定，都有，是不是？哎，还有啊，违反群众纪律，缴获东西不上交，勒索俘虏财物，这全都有啊。你说这跟国民党的队伍这还有什么区别呀？就是，我跟你们说啊，现在战场上到了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发来电报说，休整就是胜利，多休整1天是1天。哎呀，咱们野战军的老总们呐，决定要休整1个月，那这个时间表就得靠你们来掌握了。如果说你们今天晚上顶不住了，那明天一早大部队就得撤了。老首长，您说的有道理。段飞，你说说。那就再多坚持他10来天呗。我们这10几万军队不是在那儿光吃啊、拉呀、睡呀，他们是在那儿整顿纪律、训练，统一编制，要练武，要搞教育，还训练5大技术，战士们憋得嗷嗷直叫啊！但是这个话现在又说回来了，甭管是教育训练，这还差了这么一点点，这就跟那炼钢似的。现在那炼钢炉里已经炼到88%了，你说这个时候把火撤出来，可惜不可惜呀？如果说你们再坚持半个月，到那个时候把这帮战士放下来，叫他们下山来，那就等于一群猛虎啊！下山了啊！老首长啊，这10天半个月就够了？够了，再养就养成肥肉了。我们这军队不是养肥肉的。我觉得再想想办法，没准还能坚持10天半个月的。
师长、政委，你们说呢？哎，两位老总，叫我给你们捎来话了啊！只要你们再坚持半个月，那你们独六师就是我们全野战军的功臣。老段，报告师长，对面山岗上出现了大批敌人，是来搜索我们的。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不能暴露目标。谁要暴露目标，我拿谁试问。是。哎，老师长，来，走走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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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来，中原，坐坐坐。谢谢首长。同志们啊，今天我专门请我们原先华中的同志来看《白蛇传》。现在戏演完了，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这题目就是刚才这出戏，小青这个角色演得好不好？我觉得演得挺好的。是对啊，你说的就是挺好的，是吧？别看别人了，刘老蔡，你先回答。好不好我是不懂啊，反正挺好看的。是，挺好看的。哎，为什么好看？这我哪说得出来呀？不过，挺不错。不错在哪儿？哎，高部长是大知识分子啊，他肯定知道，让他说说这1、2、3、4、5、6、7。哎，对啊，我说。我觉得这个戏，小青这个角色演得不错。演小青的周岩同志，是我们文工团里面全面素质比较好的一个同志，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高部长，我问你，他是怎么演好这个角色的？他在这个戏里面演的是2号人物。他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啊，比较注意把握分寸，注意自己是2号角色，不去抢1号的戏，把光彩让给1号。另外，这个戏里面1号人物好演，2号人物性格层次比较丰富，变化比较多，比1号难演。我回答完毕，可以坐下了吧？坐坐坐。你们知道吗？这高部长啊，在参加革命之前，在上海写过小说，办过报纸，是大知识分子。这说话水平啊，就是不一样。昨天傅启平问我，为什么非要看这出戏？我说啊，天机不可泄露。不过今天戏也演完了，这天机啊，自然解密。为什么非要看这出戏呢？因为最近啊，我们原先华中的某些同志，思想上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出了不想演好2号人物的问题。2大野战军合并之后，团结是首要问题。所有合并的单位和同志，从我开始，原先华中的同志，一律担任副职。这是我向陈老总坚持来的。一个单位总要有副职和正职，打仗的时候总要有主攻和助攻，这是分工不同，不说明你功劳不大，水平不高。你不服气啊，那就是你水平低了，觉悟低了。高部长刚才还说，2号比1号难演，这话不一定全面，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周元晓同志为什么能把小青演好？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大局，这个大局就是把整台戏演好。我们也一样，我们心里啊也要有个大局，这个大局就是我们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首长好，首长好，辛苦了啊！哎，对，呀，正开会呢，老首长，首长，首长好。我们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吧？绝对安全啊，不敢保证。不过呀，我们又回到平昌县以南了。啊，你们几个没迷一会儿？嗨，这不我没得空嘛。哎，首长坐，坐。地形啊又有变化，对面的敌人又调来2个山地师。嗨，那是滇军，什么山地师？吓唬人的牌子。滇军呐，我们交过手。老段，你忘了，滇军的特点啊，就是爬山还行，就是胆儿小点儿，稍微一下就跑出20里去了。可毕竟那是20个师啊。是啊，敌人呢是屯兵有20多个师，但是有那么长的运输线，这需要守卫；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这需要保卫。你这样算下来，他们的兵力不就分散了？能够灵活机动用的部队啊，超不过10个师。德飞，你说是不是啊？蒋军的庙大，这和尚多，吃饭的人多，挑水的人就互相推诿。还有啊，他们的派系比较严重。哎，调动这么多部队啊，互相之间矛盾重重，这是他们一贯的毛病。你这样算下来，10几个师，那也就剩下7、8个师就不错了。再有啊，将士的士气呢？我想啊，这你们就清楚了。啊，士兵呢，贪生怕死，厌战。当官的呢，吹牛皮，拍马屁。你这样算下来，能剩下5、6个师，这就不容易了。是。哎呀，你们现在几个都是当领导了啊，看问题啊，这应该跳出来看，对不对？啊，老首长说的太好了，我呀都记在本上了，回去给咱们部队也好好搞一搞教育，太长志气了。哎，还有一条啊，我们有老百姓给我们送情报，哎，敌人那边什么情况，我们很快就知道。我们这边呢，敌人是2眼一摸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等于带着千里眼在观察着敌人。可他们呢，戴着大近视眼镜在找我们。啊，你说这个能顶敌人多少军队啊？所以说你这20多个师啊，这7折8扣的也就所剩无几了。当然啦，在战略上呢，我们要蔑视敌人；在战术上，这一定要重视敌人。不能打的仗，那我们坚决不打。哎，咱得想办法，想出办法了再打他一家伙。哎，能不能发挥我们独6师的长处啊？有近战、贴身战、游击战，咱们小规模的搞他几次夜袭，一夜之间组织的几10个甚至几百个小分队打他一家伙，这是有可能的嘛？对，老首长说的太对了。哎呀，对呀，敌人作战的单位，那是以师为单位紧挨着的，那个运输线他不会以师为单位来作战吧？战术的单位越大，运输的物资就会越集中。我们时不常抽出力量打他一家伙，把情报搞准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嘛。哎，再不然呢，我们就把我们全师的机枪给他组织起来，找他一个要害部门，狠狠地打他一家伙，这效果肯定不错。太对了，老首长真是。当然了，我们这个主导思想那不是歼灭敌人，我们是牵制敌人，迷惑敌人。啊，哎，我这儿有2招，你们倒可以试一试。哎，记好啊！老首长要掏干货了。你看啊，其实这个办法很简单。我们现在不是以团为单位吗？哎，咱们能不能以师为代号，
写个标语，打个收条了，搞个宣传什么的了，还有遗留路边那些物品、一些文件，能不能做点文章？耗多少房子，借多少门板，还有多少个伙食单位，在这方面都应该以诗为代号。兵不厌诈嘛，你们这是。老首长，昨天我一见你啊，我还以为你老了呢。你算了吧，那我这还年轻啊啊！老了就是老了，这是事实。首长，我们都听你的。哎呀，打仗这事儿可是你们的事儿喽，我只能跑跑腿儿，动动嘴儿喽。老首长又来了。哎，我跟你们透露个秘密啊，我临来之前呐，粟裕首长把我叫到屋里，告诉我，如果说你们师真的顶不住了，他就会把独立2师和5师调过来支援你们。这个事儿，你们可想好了啊？到底是叫他们来呢，还是不叫他们来？你们来做决定。哎，但是那2个师啊，现在在黄峰山那边呢，开辟新区。山里面修整吃的东西和用的东西，大部分那都是他们搞来的。不要！对，我和老段都商量好了，不管有什么困难，就是打的独6师就剩下1个人了，我们也要再顶他10天半个月的。对，一言为定，我就继续在这儿待上个10天半个月的。好，有老首长在这儿坐镇，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对，是啊，首长，其实昨天那仗啊，根本就不该打，有闹情绪的嫌疑，场面一乱，这头脑就跟着乱了。老首长，我这儿还有一个麻烦事儿，这大部队的供给出现问题了，很多连队的这个油盐都断了。这也能算是个问题啊？啊？哎，我说你们这打仗是不是打糊涂了？是啊，我们应该想办法克服的。克服个屁！克服的应该是国民党。我看你们真是打仗打糊涂了啊！啊，现在那平化城里，方圆百里有繁华的集市。哎，城外有个占山为王的那个吴老二，人家才100-200人呐，什么时候缺过油盐了啊？你们呢？这1万多人，现在缺油盐，你叫不叫人笑话呀？啊，这还像话吗？丢不丢人呐？是啊，老首长，您的意思，我们打平化？有什么不可打的？那又不是南京城。哎，就说它是南京城，也有打它的时候。好，老首长，您点拨的好，我们打平化，马上就打。这样，我们呀，先带一个团，到平章山区转移敌人的视线，然后呢，我们的主力悄悄的到平化城外的森林里，伺机而动，找个机会偷袭平化，抓一把就走。好，这不但是一次漂亮的突袭战，而且困扰我们已久的油盐问题，那也解决了。没错，还有啊，首长，您说的那个把全师的机枪集中起来试用一次的办法，我们就用在这一次上，吓死他个兔崽子！对呀，100挺枪齐发，不怕吓不碎那帮兔崽子的胆儿。不是主力，那也是主力了。老谢，这全看你了啊！你来打啊！好，放心吧。哎，2小时解决战斗，3小时撤出战斗。老首长，你还有什么指示？我这可没什么指示，我这只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啊。哎，老首长，您这太谦虚了。这样，我马上组织各级领导深入到部队中去，把作战目的、作战计划和全国战场的大好形势告诉全体指战员，振作精神，树立信心，做到顾全大局，敢打必胜。然后呢，再发起对平化城的突袭行动。好，同意。那好，小李到，给野司发报，我们的行动计划就这样了。哎，是。多亏老首长点拨啊！
首长，你看看。很好，给独六师回电，让他们有事多和王彪同志商量。好的。大龙，我告诉你啊，5分钟之内一定要把这个山城给我拿下来，听见没有？首长啊，你看看，王彪这一去啊，这独六师啊就成了海底蛟龙了。这些日子，他们时而集结，时而分散，把整个一个平章县搞得是翻江倒海，烽火连天啊！江南江北的报纸都是他们的消息啊。独六师这场戏演得不错，发个电报提出表扬。这是他们刚刚发来的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您看看。这场戏可以收场了，命令独六师收缩兵力，摆脱敌人，迅速向我主力靠拢。这就收场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想在鲁南过了年再走啊？我是说，王彪他们刚刚拉开架势，刚刚活动开胳膊腿。疑兵的使用必须见好就收，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是。